小子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小子！小子！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锦玉公公，就算替虫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徐怀公。可是，师父已经死了，我明明验。小子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武大姐。肤体无伤，神色淡然，应非他人所害，当是自然而亡。这就是太医院给我们的结论。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锦玉的武功，若论内功深厚，恐怕在我们3个人之上。到底是谁震碎了锦玉的经脉？也或许，这个人的武功就是走的阴柔内劲的方式。徐怀公，可师父已经死了，世上会这门武功的人已经不存在了。哼，是吗？恐怕未必吧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没有放弃修炼这门武功。当年师父留下残本，除了锦玉，我们都没有停止修炼。但是练得如何，练到何种地步，恐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锦玉的，在我们4人之中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当说啊！我不是卓清大剑的弟子，更不会什么虚怀公了。哎，不信，你们可以试试我。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，他是卓清的师弟，这么些年来，也应该悟出了什么吧？张相见，你这是诛心之论呐！那要照你这么说，
全天下的人都有嫌疑了。是你还是你？住口！我的好朋友死了，我做什么都不为过。金仙，纵使太过悲伤，也不该说这样的话。是秦仙冒失了，但是秦仙的话并不收回。你说什么？殿下到。白王殿下。二师父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象你的模样。我想象过，你是身居某座山上的隐士，是写尽千帆的天才书生。可没想到，你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一样。二师父，其实你并不有趣。可如果这个世上少了你这样的人，该是多无趣啊！白王殿下，还请节哀啊！我曾经问过你，为什么选择我？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？而你却告诉我，你选择我，并不是希望我登基，享受荣华，而是因为你觉得值得。我知道二师父为何而死。这个皇位我可以不要，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二哥真是这么说的？哼，可笑！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白王一向谨慎，这局势未定，不会轻易出手。此子只可搁置，不要妄动。你是在责怪我吗，大剑？殿下，你就不后悔吗？本王想登天，登天本就没有平坦的路。既然选择了，就不要为任何一个行动后悔。大剑还是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吧。我早就帮你想好了，殿下，你还是适合在幕后运筹帷幄，所以，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。哦，是谁？真正的皇位继承人。是他吗？他竟然还活着！大将军，有客来访。不接。嘘。将军，好啊。退下吧。是。大将军，冒犯了。你们这5个太监啊，我也就见你顺眼点儿。其他那几个，长得要么像书生，要么像世家公子。哼。那谨言呢？
低眉顺眼，笑容谄媚，一看就是奸臣样。不过，看着就是做太监的料。大将军，说笑了不是？行了，说吧。公公找我何事啊？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擅闯将军府，倒也不是什么小事。谨言所来，自有要事。如今明德帝病重，写下新的龙凤卷轴，它自然是迟早的事。良禽择木而栖，现在天启城各派都在选择自己的良主，我来是想问问大将军的选择是？你胆子不小啊！这是公然挑起党争，是死罪。但是输了的人才会死呢。当年陛下获得帝位，难道靠的不是党争吗？哎，我的选择，我闺女已经替我选了。永安王萧楚河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我的选择，这一点连陛下都不会怀疑。将军的选择是在白王、赤王、永安王之间，若是这三位，将军确实别无选择。但是，我要是给将军另外一个选择呢？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才那一句是发自肺腑之言。你手上有什么？如将军心中所想，一封卷轴，卷轴上的名字也如将军心中所想。卷轴呢？大将军，你也太小看谨言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带在身上？我怀疑是5大剑之一，第1大剑锦轩，皇城内的第1高手。你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你可以将此事告诉白王，杀了锦玉，就等于把白王彻底推向了我们这边。现在还不急，时机未到。等时机一到，这些债自然让他们来还。宣妃娘娘给的那滴血，我已经交给华锦了。华锦说，她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制炼成药。
但是，赤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给人喘息机会的人。接下来，他会用更激烈的手段力挽狂澜。好啦，我们不聊刚刚的事情了，我们聊点轻松的。乾隆好像喜欢你。雷无杰才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扯开话题。我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不是好像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萧瑟，没想到你改了名字，还和以前一样不知廉耻。可是雷无杰好像觉得是你喜欢我，比以前还不知廉耻。若依，其实我知道你也喜欢雷无杰，从你们在百花大会上跳舞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觉得雷无杰身上有一个人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品质，那些品质我们曾经都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放下了，只有他还保留着。无心说过，他是天生玲珑心。那你呢？你喜欢千洛吗？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在这天启城满城风雨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有心情在这谈笑风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你又扯开话题。我若真是喜欢风月之人，4年前不就纳妃了？腰细娇小，肤白貌美，还有点小任性，也算是个极品了。听你这语气，还真像是醉梦楼里看花魁的登徒子。那你喜欢千洛吗？喜欢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来了。陛下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坐嘛。小神医，我听说前些日子你染上了寒疾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自然，区区寒疾怎么能难倒神医？你是小神医，怎么会染上寒疾呢？陛下，我晚些时候再来给你施针。小神医啊，这些日子你在姑侄身上插了太多针了。姑得的病有这么难医吗？陛下，你知道我们医者口中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陛下，你有心病，这个华锦医不好。心病不除，百病难医。你的话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也没有用，还要治好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陛下，谁是你的解铃人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他是姑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，母后就死去了。虽然我们是皇子，却没有得受过多少的宠爱，甚至就连有点权势的太监都敢欺负我们。太医，你再回去救救他好不好？殿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弟弟在6岁的时候感染上了中风寒，医了好久也没医好，最后到了快死的时候。救救我弟弟好不好？殿下，不是微臣不救治，微臣也是无力回天。
爱莫能助啊！你救救他吧！殿下，请回吧。军报！800里加急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军报！叶小英起兵叛乱，统领琅琊王旧部往天启城杀来啦！萧瑟这小子果然全部预料到了。圣上昏睡过去了，这一睡又不知道是几日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积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积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积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积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他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？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！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太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晨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晨这个人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。每次大宴的时候，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，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，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，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，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，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君的虎符
一直在蓝月侯手中。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，200里外的王离天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。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，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民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晨、叶笑英都交好。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只为救1个人吗？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琅琊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1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1滴不义之血，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军不出兵，只有1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。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1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。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安殿，而且
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？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奇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其次，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诸君，天启城就在眼前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吼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啊！你姨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世侄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两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，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。你放心。只要你攻下天启，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。师叔说的有理，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。哼。
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圣上醒了，还请殿下速去太安殿会合。醒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可是蓝苑侯并没有把王离天军带回来，城中只有一些守城兵跟禁军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二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二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师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二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二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南绝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2种办法呀。你
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峰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，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，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
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。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！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都没变呐！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。他说，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。
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何人敢来雪月城捣乱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无双城的小城主。城主就城主，为什么加个小字？果然是宋彦辉的狗徒弟。走！此人剑术精妙，竟然不在师傅之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。我方才悟出六国之术，还不熟练，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住手！无双城主，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是想找我一战吗？期待已久。云梭、冰霜、风萧、绝影、杀生、破解、红叶、蝴蝶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去！这10柄飞剑，恐怕还不够看。那再加上这2柄呢？好，忙！司空城主觉得如何？虽有一战之力，却无一胜之机。我明白了，那便先战胜一战，再寻一胜之机。多谢司空城主。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就想给我展示一次飞剑吗？我得令要去天启，此去无归期，便想了却一些心愿。此行来到雪月城，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，了解我如今的实力；二是想见见落霞仙子。见我？见我做什么？这个，我师父他已经放弃追逐什么剑仙之位了。如今他在我无双山后山剑庐隐居，他说他想明白了，若是仙子愿意，还请来无双城一叙。叙你个仙人板板！哎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。师傅，你可不能答应他。你看那个不要脸的家伙，那明摆着就是想吃回头草了。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师傅，跟他走又怎么样？呸！我才不会跟他走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嘛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没有师傅你不能活。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嘛，所以宋彦辉能给你的，我全都能给你。这是表白？不是小孩子了，大人给的，你也都能给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？你脑子被打坏了？我没坏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，我脑子才坏了呢。我是你师傅，所以嘛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这诗不是这么念的吧？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这么跟仙子讲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是这样跟仙子讲的，都被仙子给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了？徒弟难道就不能跟师傅在一块儿吗？嗯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跟他说，我不去。有些事情，一辈子只能等一次，上一次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师傅说得对。哎，臭小子，嘘，闭嘴！看来燕子有回时，爱卿无归日，替我师父遗憾一下。告辞。
客官，店里还有吃的吗？真是对不住啊，客官，厨房早就停火了。我跟那位姐姐那里还有些吃食。客官，3思。这位姐姐，我一路奔波，有些饿了，能否分我些吃食？你可知，即便是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同门，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吃饭。为何？因为我擅长下毒。你所喝下的每一杯酒，都有可能是穿肠毒药。无妨，伙计。客官来了。酒杯。有点意思。今夜的月色这么好，姐姐一人坐在这里饮酒，是在想什么伤心事吧？有意思啊，无双城小城主。你认得我？我认得你这剑侠。你可知我是谁吗？我记性不好，师兄可能跟我说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是暗河穆家家主穆雨墨。原来如此，素闻暗河穆家美女甚多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孩子。我若是再敢往姐姐身边靠近1寸，姐姐就会折断我的手脚吧？那你试试啊！我可不敢。来吧，姐姐，咱俩喝一杯，顺便聊聊你眼睛里的那个人。哦，我眼睛里那个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姐姐你念念不忘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？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，半入云。九江琵琶城内，他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唐门唐元月，冠绝榜上的高手。对，当年这世间谁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即便是隐退多年，再次重出江湖，依然是唐门之首。姐姐，我想听听你们的相遇。我们的相遇？我们的相遇，从我第一次杀他开始。第一次？我一共杀过他3次。第一次我和他……我有些想去见他。事情都已经了了，也随时可以去了。事情都了了？长河的尸体在外面的马车中，我们将他送回暗河，然后就解散暗河。到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。你是苏家家主苏沐雨？你不认得我，却认得他。18剑阵神乎其技，很想见识一下。无双城主的剑是好剑，而我的剑只是杀气，并不值得一见。我们暗河已经退出了这场争斗，我与城主的这一战没有必要。雨墨，我们走吧。小无双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希望也能听听你的故事。那姐姐记得来无双城看我，让一个暗河家主来看你。小无双，你可真可爱。就像这位哥哥刚刚说的，你们很快就不是暗河了。既然不是暗河，那苏家主所说的杀气也就成为剑。期待和苏家主一战。此行你要去天启吧？是的，天启。天启城中有许多好剑，此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甚至可以见到
这全天下最好的一柄剑。最好的剑。无双城城主独自一人去雪月城，听说那个新任的少年城主，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无双剑匣了。江湖传闻他是去挑战司空长风的。不可能，无双城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雪月城动手。这些江湖人妄图去揣测2位城主的心思，实在是可笑。说起城主，另一位城主也出城了。他是去往天启了。他是赤王的义父，此去天启，应当是给赤王坐镇的。雪月城这边，大城主还未归来，2城主身负重伤，3城主迫于江湖局势未能出城，倒是没有人去助阵。谁说没有的？唐门便可去助阵。唐门？我们和雷家堡暂时没有缓和的可能性，但与雪月城的结盟不可轻易放弃。而且，我看好那个叫萧瑟的孩子。今晚越好，启程吧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房间里好好疗伤吗？是啊，我还说把早饭给你送过去呢。受点轻伤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吧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他来了。是怎么回事啊？在这站了半天了。孤剑仙洛清扬，师从天启影宗，乃萧氏皇族的隐秘护卫。后影宗覆灭，如今世上的影宗弟子只剩2人。另一个是宣妃娘娘。没错，洛清扬是影宗最出色的弟子，后做了先帝的贴身影卫，救了先帝很多次。先帝为表彰他的功勋，临死之前送了他一座城。洛清扬选了西边最荒凉的木梁城，据说是为了练他的凄凉剑。凄凉剑？对啊，凄凄凉凉，生来无父无母，同门师兄弟都死光了，心爱之人嫁了2次，却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说这样的人凄不凄凉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他一剑把天启城牌匾给斩下来了？是啊，那个骆统领一剑就劈下了牌匾，直接拿着牌匾去了千金台，吓得千金台所有人都跑了，就连那个托二爷也溜了。天启城的牌匾一共被斩过3次，第1次是北离开国皇帝萧绎在破开城门之时，由于剑气太过于浩瀚，一剑打落；而第2次，则是60年前剑仙白羽救下那名被挟持的弟子时，一剑劈落，以此来警示天启城的人。第3次便是这次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要拿着牌匾去那千金台啊？他这么做是因为那里聚集着3教9流，能够第一时间把他回到天启的消息传开。他除了斩落牌匾，还说了什么？一路上都没说话，一直到最后，重重把牌匾往地下一蹲，就说了4个字：问剑天启。义父只说了这4个字。是的。我写信求义父过来，他真的来了，却没和我说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是禁军大统领，别人把天启城的牌匾都给砸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应该杀头，一刀砍死。好啊，那赶紧去办。哎呦，我的侯爷，那可是孤剑仙洛清扬，我认识他10年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不是人，那是怪物。
我让禁军和虎门郎以他为中心围了几10个铁桶，那又怎么样？他若入这宫门，我拦得住吗？若一人一剑便能杀得了北离之主，这天下早就乱了。哎呀，李都统这分明是看不起老道啊！国师，您来我就踏实一些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真的想杀皇兄，还砸什么牌匾？啊，还在门口喊什么“问剑天启”，直接杀进皇宫便是了。问剑天启，这句话的含义可不简单呐。这一次洛清扬来，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问一问剑，他是5榜牌的天下第1剑客。可是许久都没出手了，谁知道他还是不是真的天下第一？天下剑客想知道，他自己也想知道。那他还有其他目的吗？明德23年冬，明德帝于睡梦中薨逝，享年57岁。同日，边境琅琊军兵败，连退19城。萧瑟，上下两军已有大批兵马到达天启城外，叶姑娘已经去迎他们了。你手持监国之力支援边境，他们不敢不从。不从又能怎么样？总不能看着北离王国。他们虽然有野心，但是也不傻。你不应该走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应该即刻登基。至于战场，我和皇叔都可以去。我应该登基？你是天选之子，那柄剑是开国皇帝才可以使用的，他选择了你。既然二哥都说了，我是天选之子。那这北离的国门，就应当我来守。萧兄这番话说得好啊，理当如此。穆兄和小神医也快离开天启了吧？我们明日便会离开。这段时间，辛苦二位了。萧瑟，你真不带我们一起去吗？战场杀敌和闯荡江湖是两码事。你们就在这儿等我，我一定开去。师姐，萧瑟都跟我们念叨一晚上了，这次就依他吧。刘杰，啊，你问过我，你我在雪落山庄的相遇，是偶然的，还是刻意安排的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我之间的相遇是偶然的，但我们的相遇却是必然的。这。大剑为何今日有空，来我白王府做客呀？殿下这几日是否一直在等我？不错，我一直在等大剑。如今萧瑟在外，而另外一份龙峰卷轴就在我的手中。大剑没有看过这封卷轴。先帝说了，这一份仅做留存，不要大改。不过，萧瑟那一份我倒是看过。这皇位是谁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哦，是谁的？自然是殿下您的呀。大剑不会在骗我吧？世人都不会怀疑，父皇写下的名字应该是六弟的。可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卷轴上的名字就是您的。现在卷轴在我的手中，而天启城中也只有你一位皇子。此刻你登基，名正言顺。就算是萧瑟打了胜仗回来，他也得承认这一切名正言顺，否则就是谋逆。
不过嘛，若是等萧瑟回来，他到时候手握重兵，且有军功在身，他完全可以毁了这2份卷轴，自己登基。这其中的道理，你应该想得明白的。锦轩大剑是想拉我结盟吗？可我怎么记得您是赤王的人？我是陛下的人，我当初被安排在赤王殿下身边，借着入局的机会，看清楚党争之人，并且帮陛下一一除去。哦，可我怎么觉得，自从父皇病重之后，锦轩大剑一手扶持赤王上位呢，手握免死金牌，靠着父皇的命令，却做着党争之事。不然，仅仅是监视党争，未免也走得太过入戏了吧？殿下，我们都是穷途末路的人，若是萧瑟打了胜仗回来，我们都没有退路。到时候以他的威望，他完全可以自己登基，根本就不在乎这龙峰卷轴。到时候，殿下你可就没有机会了。你错了，若是萧瑟失败了，我们才是无路可退了。国破家亡，人没了，我们还能退到哪儿去啊？大剑，看来殿下并不想跟我合作。可我有句话却是真的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何意啊？父皇驾崩之前，曾经召见我，他跟我说，若是锦轩来找，便杀了他。师兄，一切该结束了。萧瑟回来了！哇，好威风啊！他怎么去打仗也不穿盔甲的呀？师姐，你这就不懂了。这常山御剑纵横沙场，这才是风流啊！
待到那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，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，然后当下的想法，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。没意思。皇叔，我知道百官都在等这个，由皇叔来念，最好不过。念吧。孤近日身染恶疾，恐不日身归五行。二子萧崇，人品贵重，才德兼备，必能成孤的意志，振兴北离，即皇帝位。故传位二皇子萧崇。怎么不是永安王的名字呀？他该不会是要兵变吧？大胆！蓝月侯已宣读诏书，尔等百官大臣，为何还不叩拜新皇？新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新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新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众卿平山，谢陛下。二哥，这天下以后就拜托你了。保重。皇叔，我走了。世间竟真有如此绝世之人呐！江湖之中，满是绝世之人。你们这些当官的，见识太少了。哎，萧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们收拾收拾，赶紧走吧。你们也算是够快，也不让我进去喝杯茶。这师姐就差牵匹马在皇宫门口等你了。公子，哎，公子。你们真的要走啊？放心吧，徐伯，这次不会走那么多年了。以后你也别住雪落山庄了，就住王府。我时不时要回来，帮我照顾好。是，公子。殿下竟没忘记那时的约定啊！我还是不喜欢别人叫我殿下，还是叫我公子吧。那公子这雪落山庄，图谋可就笑纳了。拿去便是。萧瑟，你真要把这处雪落山庄送给徒儿爷啊？我还以为是山野之间那处呢。哦，公子还有另一处雪落山庄？是啊，
本来是打算把那处给你的，不过现在突然舍不得了，总觉得那一处比这个要好。这样看来，接下来还得跟公子继续做买卖，好把那处雪落山庄也拿过来。那得谈个好价钱才行啊！一定啊！季轩先生，您多次出手相助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啊。客气了，我们读书人天天喊着捍卫人间正道，真是到了危难时刻，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哎，萧瑟，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是要当皇帝了呢。樊松兄弟这是想让我当皇帝？反正我的这位小师侄以后是要当国师的，没了你当皇帝，他怕是有些寂寞，是不是啊，飞轩？我也想回望城山，不想在这里待着。你还是做了和琅琊王一样的决定。一样吗？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？流传在外面的说法是，在那个大雪夜里，我跪在门口，苦苦地哀求那个太医2个时辰。虽然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但是这样的跪礼，对一个太医来说，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。最后，把我弟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陛下，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但那是假的，那是姑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。实际的情况是，那天晚上，姑跪了2个时辰，但她还是坚持要走。于是我拔出了母后留下的那柄长剑，我一剑上去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要做无人问津的皇子。我再也不要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要和我的弟弟登上天启的最顶端，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低头看我们。后来，我成为了皇帝，我的弟弟成了北离的大都护。莫说天启，就算北离，整个的天下都畏惧我们。可是最后，弟弟还是死了。是我杀了他，都是因为我提不起勇气，害怕失去手上那些虚妄的事物。陛下，你为何不自称姑了呢？姑？或许每次想起弟弟若风的时候，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一个哥哥。只有弟弟在的时候，哥哥才能永远的不孤单。西川叔叔，这无聊的日子，厌倦了吗？你说呢？我这刀都要锈死了。是有点怀念天启了，想去千金台赌一把，再去碉楼小筑喝一杯，再去彩云追月阁睡一觉。瞧你这点出息，王爷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我这不是在这儿过过嘴瘾吗？现在看来，只有萧瑟那家伙当了皇帝，才能把我们招回去了。那也未必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。据最近传来的消息，明德帝最近病重不起，
病重不起。王爷有什么打算吗？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，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，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离奇，突然间心生归意，便什么都来找我了。那便归吧，策马扬鞭，直逼天启。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？是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，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武大健捧着卷轴出来了。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武大健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，随后宣布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解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，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它？是啊，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意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意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，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武大健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剑着青，权势无双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件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青最亲近的弟子。卓青死后，龙峰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8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锦言又是5大剑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龙峰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
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笑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。只可惜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，我是天启一屠户的儿子。当时我拿了一把砍竹的刀，就这么看着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我见你屠刀诛羊，却有在天下之气，可愿与我同战天下？”我却回了一句：“买肉吗？不买滚！”后来，我成了一名巡街校尉。再后来，我成了先锋营的副将。有一次，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围攻，整个先锋营全军覆没，我也只留下了一口气，是他把我从尸体堆里给刨出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以后为了他，生死也情愿。这段故事，未曾听父亲提过。小神医，小神医，怎么样？那个是什么？唐门暗器。青缕衣，这就是大师兄离开雪月城的时候送给你的。此物名叫3寸之地，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。有人熟睡之时，有敌方来袭，此物便自动展开，取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。当初他私自联系暗河之后，我就传信给重儿，让他多加留意。可重儿却说绝无可能。他对兄弟如此仁厚，却没想到身边养着一只毒蝎。原来这暗河就是他找的。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，也算是活该了。沐春风应该没事，神医如何？我救不了他，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。先带回雪落山庄，还是送往太医院吧。不可，不能让天启知道神医重伤的消息。那吴昕怎么办呢？先回雪落山庄吧。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为什么这样都杀不了萧崇？为什么？大王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本应该是天衣无缝，可萧楚河仍能够找到方法破解本王的局。殿下息怒。白王府是如今天下唯一拥有2位剑仙坐镇的王府了。若是他的眼睛再能够看见了，可2位剑仙也没有天下第一有分量啊。我们要不要？还没到时候。但是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传信给宫里那位，让他尽快见本王。如剑仙怎么突然舍得抛开江湖，来我这清源殿了呀？我在江湖上游累了，就来国师的青云殿歇歇。不过客人可不能白来。那是啊。我的确是有些见闻啊，要和国师分享。哦，我在江湖上啊遇到了一个精才绝绝的少年，这个人呢是被寒水寺忘忧大师抚养长大的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说他要来天启城。我想啊，如果他真的来了，那整个城里啊都会传遍他的名字，因为以他的个性啊，
走到哪里啊，都会掀起一片风云的。从他入城之时，我便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并以大龙象之力探之，但很快就被他发觉了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禀师尊，萧瑟公子求见。哦，他来了，还真是巧了。请。殿下，谢轩先生也在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啊？难道又有人受了伤，需要我去医治？是华锦小神医。小神医？小神医昨日被人重伤，至今还昏迷不醒。哎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陛下的病全靠他给吊着。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府邸雪落山庄。那你们找国师还有其他事吗？还有一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告辞。殿下，快请坐。晚辈知道钦天监只答天命，不问政事，因此一直没有来拜访您。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，不得不来叨扰国师。请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公认的经才绝艳，但最近失了神智，功力也大增。就算我们几人联手，也对付不了他。殿下说的可是叫吴昕的少年？正是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赤王萧雨的身边。我们都觉得是赤王控制了他。控制了他？这样的事我之前只听我师父说过。我怀疑是西楚药人之术。可如此奇邪的术，就连白小棠也了解不深，故只能来钦天监求一答案。西楚灭国之后，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还密留着炼制之法。这新百草绝不可能。扁姑娘早已去世，难道是月牙她还活着？果然是他。可月牙纵会药人之术，他并不一定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。何为人主？所谓药人皆有人主，炼药人需以血为引，这一滴血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又以亲生父母的最为完美。若没有引，只有药，炼制出的药人极易遭到反噬。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。但是吴昕给人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，身上没有那股死气。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能够为他炼制药引呢？宣妃娘娘，宣妃就是吴昕的生母。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引，那也只能是宣妃。药人之术的解法，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。那想要救吴昕，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。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。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。弄到了至亲血，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，就并非难事了。晚辈多谢前辈解惑。走。哎，樊松兄弟，飞轩小弟弟，你们怎么在天启啊？哎，飞轩，他是咱们师娘的弟弟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？按辈分，你应该叫他叔叔，我应该叫他叔公。哦，雷叔叔，你叔什么叔啊？都把我叫老了都。哎呀，算了，能在天启城遇见故人，还真是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钦天监啊？我叫他们来的。所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见到谁？暗河大家长，苏长河。他昨日现身了，现在是赤王萧雨的人。什么？况且以你的剑术，现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哼，放心，师父传了我儒者剑，我日夜修行，早就今非昔比了。儒者剑？如今小师叔跟随谢轩先生学习儒者剑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先后2位剑仙教你剑术，你日后必成大器啊！
不要以后，只争朝夕。好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自会告知你们。告辞。好。华神医今日没来吗？回圣上，华神医昨天偶感风寒，担心传染给陛下加重病情，特让徒弟穆春风前来诊治。回去禀明神医后，再决定如何诊治。严重吗？回陛下，昨日原本挺严重的，但今日有位先生来看过了，说是无大碍，不出几日就能入宫了。那就好。啊，虫儿的眼睛呢？已经治好了，只需再休养几日，白王殿下就能重见光明了。华神医的病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？陛下，微臣担心此事会惊扰到陛下，故欺瞒了陛下。是谁动的手？是九皇子殿下，他伤了华剑神医后，还想伤二皇子殿下，后被百王府设下的机关所杀。老九，他不是向来都跟老二最亲近的吗？臣等也不知道其中缘由。陛下，请陛下节哀。老九。殿下，藏明，你应该事先告诉我的。若真是告诉了殿下，殿下一定会拒绝的。藏明陪伴了殿下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了解殿下的心思吗？可是，就算是我父母了，失去了你，身边又少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如今殿下重获光明，如同重获双翼，马上就能一飞冲天。少我一个无用的侍卫，又如何呢？所以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日，我被景太公的宣令缠住，无法出宫。此事不用多想，定是那赤王所为。后来暗河杀手潜入白王府，多亏永安王派人及时赶到，才让他们没有一时得逞。是九皇子背叛了你，还伤了华锦神医。好在你的眼睛现在已经治好了，那些最后想杀你的人，也被永安王他们击退。老九，怎么会是老九呢？二师傅，老九人呢？被永安王他们提前布下的机关所杀，已经死了。老九死了。来之前，我见到了永安王，他与我讲了这一夜的经历。我很好奇，永安王为何如此帮你？他视我为兄弟，虽然我们有夺嫡之争，但是他坦然视之。皇位是皇位，兄弟是兄弟，在这一方面，我们所有皇子都不如他。尸体已经送往大理寺了，此事陛下说让蓝月侯详查。二师傅，跟蓝月侯说，萧景夏误触机关，不幸殒命。殿下，不必多言。多谢谢轩前辈为华锦疗伤。哎，不客气。他在受伤之前，起了一排银针，刺入了自己的身体。这是药王谷不传的秘籍，七针所混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
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大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。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暗河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雪》，在街边3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谢轩。那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有点恶心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杀死锦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锦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你这是在抄送经文呢？为了锦玉有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，而锦言又一直跟着卓心公公。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薇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。而锦薇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锦薇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只是为了替师父完成他的愿望罢了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兄弟。你说锦言？是。他必须死。倘若他来找你的话，你留住他，然后告诉我。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5大剑以后只剩下1个人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怕你做傻事而已。大剑。你也卷入了这次夺嫡，你支持赤王，那又如何？但是5大剑只应该对明德帝一人忠诚。你知道当年师父他们为什么在琅琊王撕毁卷轴之时一言不发吗？他们呢，当时早就屈服于新的帝王威严之下了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吗？会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名单交给我。
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？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选错了一次，我还想再选一次。师傅，白王殿下到。这天启城中，应该没有别的茶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，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锦言、锦薇三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。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锦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钦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锦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，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，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洛城主，谢先生。没想到我来到千金台，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你。是我的荣幸。强兄，你的凄凉剑成了？小有所成。哦，难怪啊！以前天下问剑于你，这一次你有所成，问剑于天下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我只是很好奇啊。谁会被你问剑呢？我原本最想问的人，已经死了。你是说，玄剑仙赵玉珍？可是你还在。我？哎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只是个读书人。哎，你看我的剑，就叫万卷书。哼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很敬重先生。哎，这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，惭愧啊，惭愧。哎，江兄，你这一次来就是为了问一问剑？问剑是一个心愿，我会在这里待3日，待天下剑客前来向我问剑。3日之后，我要杀一个人。带走一个人。你想等的百里东君，他不会来。你想带走的人呢，也很难带。至于你想杀的人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想杀谁啊？
哎，好一柄九歌剑啊！嘿嘿，齐阳兄啊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你急着走吗？哦，我本来是可以再多待一会儿，但是我是怕有人等不及了，我更怕他误会，以为我在跟他抢对手呢。这个人啊，脾气不好，武功又高，嘿嘿，我得躲躲。你看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战天兄，许久未见了。我的剑来了，你问吧。公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公子，刚才听守门的说，他们发现了一柄奇长无比的飞剑袭来，直接就把咱们的牌匾斩落在地了。看来是冲着我来的。是，公子，走，快拿走。是。有人传来消息，说第一个问界洛清扬的已经出现了。定然是怒剑仙。萧瑟，想看热闹是吧？啊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雷无极，你能让他安静点吗？又不是我故意让他这样的。两位剑仙在这儿打架，这柄世间剑心至纯之剑，自然会有些激动啊。萧瑟，我让你带的那个夯号，你有随身带着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那我今日就放心了。你好歹也是枪仙的女儿，怎么相信一个吉祥物？哎，你们说，我们过来花了一炷香的时间，聊天又花了一炷香的时间，他们俩怎么还不打？是在等人齐吗？你以为剑仙打架都跟你一样，他出一剑你躲一下，他再出一剑你再躲一下，然后等你一个回身再刺，然后我就纵身一跃，抬手巨剑，剑开临门，只见万千剑仙从天门而出，举天之剑当头刺下。嘿嘿，你们两个搭在一起都可以说评书了。几位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嘛，啊？谢先生。哎，我刚才问了洛清扬来天启城的目的。